因为今天想要谈的是人的动物性或动物的人性，然后而且是想要透过文学作品来谈这个问题，所以我刚好有2个短篇故事，我觉得很适合谈，就是一个是卡夫卡的《A Report to an Academy》，就致学院的报告书，这个可以用来谈像人的动物，然后另外一个是号称是童书作家，就是巧克力工厂跟大桃子的作者道尔，他的一个短篇叫做《Pig》。那我说他号称是童书作家，是因为他写的真的是儿童故事，可是很诡异，就是应该是不太适合儿童看的故事。那他写的这个猪，里面我们可以谈像动物的人，所以待会我们会从这2个短篇故事来谈这个人的动物性跟动物的人性的问题。可是，在进入这个短篇故事的介绍之前，我想要先讲一个动物研究者，叫Carrie Wolf。那他就是有很多关于动物研究方面的一些著作。他提过的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叫做species grid。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觉得人跟动物好像是一个 dichotomy， 一个2分，就分成人跟动物。可是他反而觉得说，其实我们是以人性、动物性这样的一个2分为基础，画出了一个格子，然后分成4格。所以它的这个4个分类是 animalized animal、humanized human、humanized animal 跟 animalized human。那所以我会先讲一下他为什么这样分。那他这个观察跟我们待会要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他看到的是说，在文化里面常见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格子的这个4个类别去框限人跟动物，然后把它们加以分类。然后所以比如说被归为 animalized animal 的，也许我们可以说它字面的意思是动物化的动物嘛。可是其实很吊诡的是，如果它是动物了，为什么你要把它动物化呢？可见 animalized animal 或者是 humanized human， 它其实都是某一种ideological fiction， 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去建构出来的东西。可是，一旦建构把它们这样分类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方便。比如说，我们如果觉得某些动物它就是纯动物，它就是被我们动物化的，赋予一些比较低等的，就是或者是我们待会会讲说，那我们到底怎么界定动物性？总之，它们被归为是跟这个完全的动物的具有动物性的这一类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利用它们，像实验动物、经济动物。那这一类的动物，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不太会去谈说我们对它的使用是一种迫害。然后，所以 Carrie Wolf 就说，这个我们有出现一个现象，就是 the killing of them as a non-criminal putting to death。就是你绝对不会，你如果说使用一个实验动物，然后你说这是犯罪或什么，别人马上就会觉得说，你很奇怪，因为这个 animalized animal 它就像我们 property， 它可以被我们使用。那所以这个分类会让我们很方便，就是某一类动物它好像就天生就应该归于这一类。那 humanized human 呢，就是我们一般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就是这一类都会把自己放在这边，可是他会特别的讲到说，可其实如果你是人性化的人，表示你也是某一种，我们赋予了一些神圣的光辉的人类特质在人的身上，然后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文明，然后足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就是就把自己称为人。那可是他想要凸显的就是说，这个跟 animalized animal 一样，其实透露出我们都是用某一些动物性、人性。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标准去衡量之后，然后才这样硬是划分出来的。可是其实本来人就是动物，就人也属于动物，所以什么叫纯动物，或者是没有动物性的人呢？这个 category 应该不存在。所以 humanized human 好像要追求某种纯粹，那它也是一个 fiction。然后所以剩下2类，一个就是humanized animal， 然后一个就是 animalized human。那humanized animal 就是一般说的宠物。现在我们会觉得说，可能称为同伴动物是比较符合一般就是动保的观念，会觉得说宠物还是有一个 property 的概念在。那所以我们称它为同伴动物的时候，我们比较愿意承认这一类的动物它们是 humanized， 它们是有一些跟人类共同的特质的。那这是特别明显，比如说像猫狗，因为很多人有豢养猫狗的经验之后，他会比较有接触的机会，然后人和动物之间形成了这种 bonding， 我们就会比较愿意去承认说，好吧，他们真的好像有一些跟人类似的特质。比如说有些狗主人就会说，他的狗剪毛之后，很羞愧，就是觉得自己的样子不习惯。
等等，就是我们比较愿意说这些动物可能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愿意承认它也会感到害怕，或者是它可能也会寂寞。那对于不是跟我们的关系那么密切的动物，我们其实是比较不太愿意承认它们有这一类的情绪的，因为我们刚刚说过，这样子会变得很麻烦，就是我们在利用它们的时候，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们会把那些归为 animalized animal 的，它们的反应，我们比较会把它看成是一个 reaction， 就是说不要过度的诠释，它就是像机器按一个键，然后它可能就会有某一个动作做出来一样。那可是对于同伴动物，我们比较愿意觉得说，它好像因为跟人有一个 bonding。所以他的一些感受，我们比较可以了解，然后甚至有些这个理论家也支持这样的理论，觉得他们被 domesticate 之后，他开始也会像人一样，他去 internalize 主人的一些想法或什么之后，他可能动物也变得有可能有他的一个跟人很接近的一些思想情感，就是有人比较可以接受这一块，所以这个是 humanized animal， 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位。那另外一个类型其实就是 animalized human， 就是我们基本上呢，如果觉得那些罪犯啊，或者是我们不想要承认的那些受刑啊，我们就会用这类的词嘛，比如说禽兽不如啊、狼心狗肺啊，其实在语言里面已经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词汇。也就是说，我们凡是觉得比较可能暴力的、低下的，然后不愿意纳入人性的，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是兽性或动物性。然后，所以如果有些人他们被我们觉得他的行为不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humanized human 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说他们是特例。其实大部分的人不是那样的，只是因为他们变得像动物一样了，他们是 animalized human。所以这个类别呢，往往是留给那些我们觉得比较异类啊、罪犯啊，我们不耻与之为伍的，我们就把它归成是这种 animalized human。所以 Carol Wolf 的这个 species greed 呢，它其实就是去显现出他观察到的，在文化里常见的，就是我们硬生生的，明明其实人和动物之间到底怎么画那条线，应该是很暧昧的。然后可是，在文化里，我们好像很顺理成章、很自然的就觉得，哎，可以分成这样的4个格子，然后就把人塞在一边，动物塞在一边，然后宠物是有特殊地位的、少数的，然后那罪犯也是少数的，所以就这样子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人跟动物的一个很牢固的一个分野。那我觉得很好玩的是，文学作品或者说文学家常常就会想要去挑战这条线，因为文学作品最喜欢呈现的就是那种黑暗和光明的相生相灭啊，然后是非绝对不是一分为二，所以人性和动物性也是这样。就是像卡夫卡的我刚刚讲过的这个智学院的报告书，他就非常明显的想要去让那条线变得很暧昧，变得很模糊。所以简单说，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像人的动物，它是一只叫红彼得的黑猩猩。然后那这个 Reporter and Academy 呢，它其实就是它要跟学院报告什么呢？就是要报告它怎么样从黑猩猩变成人。那它为什么要变成人？是因为它被人类捕捉。他被猎捕之后抓到船上去，然后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逃不出来。那他那时候就在想说，他就算咬断这个囚笼，然后跑出去，然后面对大海，那他觉得他可能也逃不出去。然后所以他一直在想他怎么样寻找 a way out。那后来他想到的方式就是说，那他就变成人好了。他觉得如果不是人就要受到这种待遇，被关在笼子里的话，那他就变成人好了。那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他变成人之后巡回演讲，到处的去告诉别人说他的以前的故事，他是怎么样变成人的。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蛮有趣的地方是，从一开始人和动物的界限就蛮模糊的，不只是这只动物想要变成人，而且他想要变成的人也不是什么高贵的人，因为他模仿的对象就是那些船员。然后当卡夫卡在描述那些船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给他们的一些形容都是比较粗鄙的、笨拙的、低下的，是一些我们常常用来觉得是形容动物很 slow 或什么。那反而那些船员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样子的，可是那就是他要模仿变成的对象。他觉得他只要变成人了，他就可以出来。然后所以他也会，这只黑猩猩也一直强调说，他根本不是对于变成人感到兴趣，他根本不觉得人有什么好变成的，就是他会有一种还蛮讽刺的那样的一个意味在，就是说他只是要个出路，所以他才要变成人，而不是人比较高阶，值得他去变。那而且这里面更好玩的是，所谓的变成人是什么呢？他对变成人的定义就是会吐痰，然后会抽烟斗，
然后还有会喝完酒之后要摸着肚子，因为这是他所看到的船员的习性。所以我们看到平常被看成我们刚刚说的 humanized human， 我们赋予人的是那么高尚美好的特质，可是看在黑猩猩的眼里，原来变成人是学会这3件事就是变成人了。那当然你可以说的是因为黑猩猩视人不深，他不了解人类文明，可是就是卡夫卡写出来的那种暧昧好玩的地方，它让你会开始重新去思考说，哎，人真的那么了不起吗？那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个黑猩猩看起来的人是这个样子的呢？而且后来他就成功的去学习了这些一点也不难的变成人的技巧。那当他终于学会了，因为他一开始很抗拒喝酒这件事，那当他终于学会喝酒，然后有点喝醉的时候，就发出了类似人类的声音，就发出了像 hello 这样的声音，然后这些船员就非常的兴奋，就觉得说，哎，他是人了。所以这边也点到了一个常常哲学家在思考人跟动物的差别的时候，都用语言来区分。好像因为动物没有语言，所以我们就谈动物权利或动物福利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因为你根本不能跟他沟通，他没有语言，那你再说帮他争取权利这些东西，好像完全是在讲一个不同的物种的权利，好像很荒谬。那可是事实上，在卡夫卡的这个作品里面，好吧，他就有点像是，好，你们觉得说有语言才算数，那就让这只黑猩猩他就有了一个语言，你们就当他是人了。然后可是这整个故事如果是一个黑猩猩进化成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进化史的话，那它是一个很荒谬的进化史，就是黑猩猩喝醉酒说一个 hello 之后就变成人，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里不但质疑了人的一个绝对的优位性，而且还质疑了什么叫进化。因为故事里充满的，他要讲的是进化，可是他却充满了退化的意象。那他的退化的是身体的退化，就是他会开始说一些，他变成人之后，他的牙齿没有以前利了，然后他的嗅觉没有以前好了，所以这边也反映出了人类在讲这个进步、讲文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压抑身体性的。就是身体感官，那尤其在从笛卡尔以来的整个心物二元论，会让我们觉得说属于这个 materiality 的就是都是比较低层次的，我们追求的是 intellectual spiritual 的，然后所以凡是那种 corporeal 的 material 的，它就被放在比较低下的。那其实动物性、身体性，通通都被放到这样的一个二元关系的比较低阶的那边，然后就一起被打压了。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有一个桥段。是写到说，他虽然变成人了，到处演讲，可是有一次就有一个新闻报道，还是嘲讽他说，这只黑猩猩毕竟还是没有完全进化成人，因为他虽然会说人话，到处演讲，可是他还是有一个动不动就在别人面前脱裤子，让他们看他的枪伤在哪里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所以那这个黑猩猩当然就有点抗议，就会觉得说，这个是有点歧视他。那可这个里面其实写出来的就是那一种我们对人。或者说文明对身体、对性的压抑，对于这种，你觉得你还会随便在人面前脱裤子，表示你没有羞耻的观念，那这个也是。传统哲学，或者是一般啦，其实我们在讲说只有人有羞耻之心的时候，我们会去做的一个分野，就觉得动物没有 shame 的概念，那只有人才有。其实蛮好玩的是，法国哲学家德希达，他之前就有处理过 shame 这个概念，那他反而是把这个概念给解构掉，就是我们本来觉得是人很了不起，因为只有人才有羞耻之心，可是他反而会说，其实只有人才需要感觉到羞耻。才需要感到羞愧，因为如果 shame 的来源本来是一个跟 nakedness 是相关的，是人为了要遮掩自己的裸体，穿上衣服，这是有 shame 的概念的话，那这个衣服啊，然后人类文明的这些包装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只有人需要遵循这一套包装，所以只有人有裸体可言，所以只有人在就是没有穿衣服的时候需要感到羞愧，那动物根本没有裸体可言。你说动物的裸体那是很好笑的，那所以它如果没有 nakedness 的话，它相对它也不需要有 shame 的观念，就它反而是去解构这样的一个二元关系，反而去强调的是人才需要感到羞愧，而不是说动物不会羞愧，它就比较低下。那这个故事等于是也可以连接到这样的一个思考，因为它也把这样的一个动物性，然后还有 shame， 就是这只黑猩猩好像不知羞耻等等这样的一些呈现，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而且我们就会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进化，到底这是进化还是退化？然后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透过这个像人的动物，像人又不太像人的这个动物，那可以去做这类的思考。而且它其实里面也还提到说，当他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时候，他的老师其实就疯掉了。
就是那种人其实经不起那样的一个好像是你的 uncanny double。就是他又像你，可是他学的有点像，他又不完全是，他会动摇了你本来觉得我有一个非常稳固的地位的这样的一种安全位置，所以他的老师就在这样的一个安全位置上，等于是被威胁到，然后就疯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后面还讲到说，他非常的努力向学，所以他就聘了5个老师，然后在5间相连的教室，然后他就从一间教室跳到一间教室，然后就这样很积极的学习，他就达到一个欧洲人的教育水平了。所以也有些人说这个故事不止在嘲讽人，他其实也在思考更大的一个文明的问题跟教育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教育呢？就是我们的教育会不会变成只是一个 hodgepodge 一个大杂烩式的，就像让学生在不同的教室里跑来跑去，他甚至也不知道他所吸收学习的是什么。那甚至是黑猩猩只要聘了老师跳来跳去，也可以学会，也可以达到人的程度。就这里面对整个人类文明是有一个很深的讽刺在的。那虽然也有一些评论者觉得这个故事它还有其他的面向，就是对犹太身份的到底是不得不融入欧洲社会，然后还是这就是到底要批判他呢，还是要去凸显那种犹太人的困境？也有些人是往这个角度去解释。那不过因为我今天是把它拿来当做是人性跟动物性的探讨，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比较没有提到。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卡夫卡的呈现重新去思考。我们常常会因为其实这条线明明不好画，就是人跟动物怎么区分，可是我们常常会因为动物性这个东西让我们感到不安，就是刚刚讲的种种理由，所以我们反而拼命的想要划线，所以会用他们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论理，然后或甚至比如说像法国精神分析师拉冈，那他就是从动物只有符号没有语言的观点来去画这条界限，所以他会说，就算动物有一些 mimicry， 有一些拟态，有一些假装，可是他们只有一个层次的假装，那只有人可以假装再假装。就是说，你明明说的是实话，可是你却骗人，让他以为你说的是谎话，就是这种不同层次的假装，只有人做得到。他会用，就是很多不同的哲学家，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划线，来区分人跟动物的差异性。其实很有趣的是，你越努力去画这条线，你越知道大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困惑的想要去想那个差别到底在哪里。所以或者是像海德格在讲，动物也许比人有更好的一些能力，比如说身体上的，比如说狗可能爬楼梯比人快，可是他说，但是狗不知道楼梯之为楼梯，就是说它还是没有那样的一个去以语言去理解这类的能力，这类的观念。所以我们看到历来这些努力的尝试，其实透露出来的都是反而是这条线的不好画跟不稳固，所以我们一直想要去画线，然后让人跟动物安全的分在两边，然后或甚至是分在4个格子里。刚刚前面的讲法，可是卡夫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把那条线整个弄模糊了。你会看到那里面的黑猩猩其实就是人的缩影，然后任何人在那样的一个处境，可能都会像黑猩猩一样的去为生存去找一个出路。然后人也并没有特别的比较高尚，所以它里面会特别讲到人一直在讲 freedom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人类的 illusion。他觉得他只要 a way out。他觉得 freedom 是什么？他对于人强调这些很高尚的这些理想，可是，在黑猩猩看来，他说其实可能只是像空中飞人在耍特技，然后只是暂时的得到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好像超出你本来的一个 physical boundary 的一个限制，那可是那不叫做真正的自由。所以在里面有很多关于本来我们所那种 humanized human 所习惯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价值，那在故事里面都被做了一些翻转。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是像动物的人，这故事比较更简单就是它没有那么高的卡夫卡那么高的那个复杂度。那它讲的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小孩，那因为他之所以很单纯，是因为他就是父母双亡之后呢，就被他的一个吃素的姑妈养大，然后姑妈自己教育他，不让他去上学，所以他是完全没有社会化的，就跟着这个姑妈一起学习，然后学习一些烹饪，因为他姑妈告诉他说，你如果要吃素的话很不方便。
最好自己要会煮，然后所以他也对厨艺很有兴趣，他就研究怎么样的做菜之类的。那可是他的姑妈过世之后呢，他需要去处理一些遗产的问题，然后他需要进到大城市里，他开始需要接触别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的人，所以他就是处在一个一直被骗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姑妈的遗产几乎全部被一个律师骗走了，然后他只剩下一点点钱，然后到城市里面到餐厅想要点一顿餐，那他当然就是想要吃素，然后可是对方就告诉他说没有，我们只剩下 pork， 他甚至不知道 pork 是猪肉，因为他没有吃过这种食物，然后所以那他就说好吧，那只有这个我就吃这个。那一吃了之后，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味，然后就非常的惊喜，然后就叫这个厨师出来问，就是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怎么做的？那当他们告诉他说这个就是从猪来的时候，他就很惊讶，想说那为什么我姑妈会告诉我说，这个不能吃这个东西，然后好像这是不对的。那他们就跟他讲说，那可能你姑妈的煮法不对吧？那他就想说啊，对了，那一定是这样，那我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可以产生这么美味的食物。然后所以他就被他们介绍到一个屠宰场去，说你可以去参观，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直接处理，那你可以去参观屠宰场。然后他就去到那个屠宰场，然后结果那个屠宰场呢，表面是要大家来参观。其实你若去参观了呢，就被当猪一样的屠宰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到后面急转直下，会让大家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会看到你以为就你会跟那个主角一样的吃惊，就说他突然就本来正在看那些猪怎么样在输送带上，然后就这样子被放血啊之类的，可是突然变他的脚被勾住了，他被吊起来，他被倒吊起来的时候，你会以为说是哪里弄错了，跟那个整个故事的描述会让你发现说没有弄错，因为当他也就这样被割喉放血，真的就去写那个屠宰的过程。他被这样割喉放血的时候，他在失去意识之前，他看到前面下锅的那只猪戴着白手套，那其实就是之前在他前面等待的一个女人，也是来参观的。所以用这个小小的细节来告诉你说，没有，不是意外，不是特例，这个屠宰场它其实就是假装开放参观，然后把人当猪一样来屠宰，所以。这故事就到那边就结束了，然后所以我说他并不适合小孩子读。他虽然是一个童话的作者，然后可是他的书里面都充满了那种黑暗跟恶意，就会让你觉得说，哎，那这故事到底想要说什么？然后所以有一些批评者就觉得说，从题目开始他就已经告诉你，这故事表面上在写猪，其实那谁是猪呢？其实就是这个主角 Lexington， 他其实他的遭遇就是猪。就是如果我们传统对猪的定义就是好吃懒做啊、笨啊，然后可是又很无辜的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了就被屠宰了，这不就是那个主角的写照吗？因为他等于是很容易被骗，就是所有的人跟他讲的谎话他都无法辨识，无力招架。然后而且他为什么会步上这样的一个命运？你可以说他是好吃，他觉得那猪肉好吃，他跟随着他的味蕾走，然后所以我们觉得猪很笨，觉得猪很好吃，那结果这个主角好像变成是一个像猪的人，然后所以他也就无法避免那个跟猪一样的命运，就很 innocent 搞不清楚状况的就进了屠宰场。这是一种阅读，觉得说，所以写猪的时候是在写这个像猪的人。那可是这还是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就说那他写这个像猪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而且很多人觉得这故事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它有某种那种 cannibalism 那种虽然是黑色幽默，可是还是觉得是有一个食人的这样的一种。在玩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也有一些评论者会帮这个故事 defend， 会说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无意义的黑暗，可是事实上它是要去问一个非常 radical 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人的存在本质，我们怎么样的去思考跟界定？为什么我们觉得猪被屠宰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人被屠宰却是这么的惊悚的？那你可能会回答说，因为人不一样啊。我们碰到人跟动物的问题的时候，很喜欢回答这个，因为人不一样。然后有时候这是一个 tautology， 因为人就是人，我们其实答不上来，所以我们就说，因为人就是人。可是这个故事却告诉你说，好人就是人，也无法让他免除这个被宰杀的命运，所以你可能要更进一步的去思考。对，就是你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合理化？就说人有一个绝对的这个优位地位，这个优位地位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成立的？那像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像猪的人、像动物的人，他就可以被随便对待吗？就是如果我们觉得人失去了某些被我们讲的 humanized human 的一些能力，
那这些人是不是就不算人了呢？就说从这个非常诡异的故事里，它会逼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包括比如说你如果是有没有语言，那如果还不会讲话的婴儿呢，他有没有权利？就是我们要怎么对待他？那如果是失语症呢？如果我们觉得语言那么重要，那我们若觉得智力那么重要，那失智症呢？是不是一旦人被这个变成比较动物化了，比较失去某些不是绝对属于我们定义成比较优秀的这些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完全的 other 了哦。所以这个故事透过把人给这么轻易随意的处置掉，有些人觉得说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去思考人的存在本质。那所以我会觉得像这样的文学作品，它的一个好处是，它会重新的把我们本来看成很理所当然的那条线。然后让我们看到那个完全那个 boundary is blurred， 就是你会重新要去问说，哎，甚至当我们在讲人跟动物的时候，这两个分类就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如果要问人跟动物的差别，应该要问的是 human animal 跟 non-human animal。因为当我们说人跟动物的时候，好像预设了人不是动物，可是人明明是动物的一种，所以我们顶多只能够问的是 human animal 跟 non-human animal 它有什么样的差别，而且我们也变成要去问说，那当我们去思考这样的一个差别的时候，到底是动机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一直想要去划分人跟动物？我们这样的一个划分只是为了要建立一条明确的线，然后好把动物排除在外，来捍卫人的一个绝对的优位呢？还是我们其实是想要思考人跟动物的一个关联性，然后要思考说，当我们有一个伦理的责任的时候，到底要扩及到哪些动物，或者说哪些他者？就是这个划线的理由不同，会使我们对动物也做出不同的一个判断跟对待方式，都会有所影响。那我觉得透过文学作品去看这种人跟动物的一个二分啊，或者说相似，是会比可能透过一些迪士尼卡通啊这一类的，因为那里面你觉得人跟动物的关系好像也模糊掉了，可是那个模糊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讲的模糊是它会让你去思考到说，诶，人真的是比较优于动物的吗？或者说动物跟人的相似跟相异性到底何在？可是像迪士尼那一类的，它常常只是让动物就是只是利用动物去表达人类社会一些既定的价值，所以你会觉得说那些卡通里那个迪士尼卡通里的那些动物，其实好像都只是戴上动物面具的人。所以，比如说常常被批评的《狮子王》，《狮子王》里面的那个狮子一家，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王族，所以他就被注意到说，他们讲的是 British English， 就是他们是有英国腔的，那代表那个传统那价值观里面，我们会觉得是比较就是有皇室血统的感觉。那里面的反派土狼就是 Latino， 所以就是那种口音就不一样。那所以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像这样其实是把整个社会的一个既定的一个价值观，只是透过动物角色来表现，可是它没有任何对人跟动物的关系的一个思考或检讨。又或者是像蛮受欢迎的马达加斯加，那里面呢就变成说，好像狮子就算再饿，它都不吃他的朋友斑马，类似像这样子。那这个其实也是把某种人类的道德观强加在动物身上，就变得好像说，因为动物本来其实它可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道德意识的，可是我们为了要拟人化的卡通来吸引大家的一个注意，就可能就赋予它这样的一个道德的情操。可是这种方式的把动物去拟人化，它不见得会对于我们思考动物的福利问题或者是动物的地位有任何的帮助，因为很可能事实上你是把人类的价值附加在上面嘛。所以在新闻报道里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只要动物做出一些符合他们本性的事，比如说遭到挑衅的时候攻击，那我们可能也会说，那这只狗实在是太怎么样了，然后这只牛被养了那么久，真是太忘恩负义了。我们就把一些人的价值或我们归为人性的这些东西，我们觉得动物缺乏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又继续把它打在这个 animalized animal 的这个框框里面。所以这是透过不同的媒介，当我们看到人跟动物的关系的时候，有时候会得到很不一样的结果。